美军证实，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正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近年来，美国以印太战略为幌子，频频在南海搅浑水，还拉上盟友一同耀武扬威。英美近期炒作英国航母在南海逼退中国潜艇，就受到国内外声音的同时质疑。驻日本的美国海军第7舰队12号在新闻稿表示，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舰打击群同海军陆战队第13远征部队正在南海进行演习。在11号的演习中，涉及舰船、地面部队和飞机，但并未透露演习是从何时展开或是否已经结束。第7舰队宣称，这次联合行动在区内建立了强大军事存在，以及通过可见和现有的战斗力威慑潜在对手。美联社的报道指，美军此次在南海的演习是事先计划好的，但在气球事件之后，此次演习显然有意针对中国。深圳卫视查阅资料发现，就在上月，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就2次在南海活动。航迹显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于1月12号穿越巴士海峡进入南海，1月15号至20号期间在南海海域活动。1月21号，也就是中国农历新年的除夕当天，停靠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1月26号返回南海，1月27号在南海万安滩以西海域活动。针对域外国家在南海进行演习，我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此前就曾表示，事实一再证明，美方是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美国海军航母的话，一般在外边进行部署的话，是半年左右。而尼米兹号呢不一样，因为呢它主要就是在西太平洋进行活动。美国现在呢，部署在远东地区啊，也就是呢日本常驻的一艘航母，就是尼米兹号，而且呢它以日本横须贺呢为母港，所以啊它出西太平洋呢很容易，它经常在这儿晃悠的。目的呢很明显嘛，就是炫耀武力，然后呢对中国进行威慑。近年来，美国拉拢多国推行所谓印太战略，多次在南海拉帮结派秀肌肉，刻意挑拨地区矛盾。2021年5月，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就奔赴印太地区进行首次作战部署，为期28周，意在向世界证明英国没有倒退。然而，近期英媒欲借此事的纪录片重塑大英帝国海军的辉煌时，却意外翻车。英国广播公司在当地时间12号播出的一部纪录片中称，2021年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在南海海域行动期间，发现了一艘疑似中国基洛级潜艇在跟踪航母编队，并最终将其逼退。 We've discovered a potential submarine to the south of us, a Poslo 2, which is potentially a Chinese Kilo submarine.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南海之行有2艘皇家海军护卫舰、2艘驱逐舰、2艘补给舰和1艘机敏级潜艇陪同。此外，航母编队中还包括1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1艘荷兰护卫舰。2021年夏天 ，BBC 团队随行拍摄了此次行动，并在近日播出了在此期间拍摄的纪录片《战舰执勤》。11号，英国《每日邮报》在纪录片播出前进行了报道。报道透露，英国海军护卫舰李士满号首先探测到了这艘潜艇。英舰派出1架反潜直升机，投放声纳浮标来搜索水下潜艇。随后，英军宣布在编队以南20海里发现了1艘潜艇。报道还称，在被英国编队发现之后，潜艇随即撤退。What we thought was a submarine is now definitely a submarine. It's not a whale. The hunter has become the hunted.The Chinese submarine makes a run for it. 报道还带有吹捧意味地宣称，英国海军前司令海军上将威斯特表示，在南海搜寻潜艇难度很高。这次经历足以证明，英国海军是世界上最顶尖的潜艇猎人之一。If this had been in a different scenario, a conflict situation, it would have proven that we'd have detected something in ample time, protected the main body of the carrier.Then you could have started a weapon chain against the submarine that was detected to neutralize the threat. So we beat them to the draw. 1-0 Queen Elizabeth. 然而，对于这部纪录片以发现中国常规潜艇的噱头来进行宣传，相关人士和军事专家都表示了质疑，称显然是英国媒体在自我炒作。
公开资料显示，伊丽莎白女王号是英国装备的2艘新型航母之一，2014年下水，2017年服役，满载排水量6.5吨，有1450件员，配约70架战机，其中主要为美制 F-35B 型战机。而俄制基洛级潜艇是苏联在冷战后期开始服役的一款柴油动力攻击潜艇，是全球噪音最小的攻击潜艇之一，艇员52人，装备6座鱼雷管，备弹18枚。中国自90年代先后引入12艘，是目前中国海军主要的常规动力攻击潜艇。一位匿名军事专家表示，假若英国航母编队真的在南海发现了一艘基洛级潜艇，也无从判断就属于中国。南海周边国家中，越南、印尼也有基洛级潜艇，俄罗斯、印度也有。既然英国舰艇可以来南海，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来？怎么能从一艘基洛级潜艇就判断是中国的？这是明显的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其次，从战术行动上来分析，没有哪个国家会派遣一艘常规潜艇来跟踪航母编队，因为航母编队的速度比较快，一般能保持在18节左右，而常规潜艇水下的航速很慢，大约在6节左右，根本无法跟踪航母编队。通常情况下，跟踪航母编队由核潜艇来完成。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如果在航母编队后方发现了常规潜艇，只能说明这艘潜艇是预知了航母编队的航线，并进行了伏击。纪录片中提到潜艇尾随，而这种情况如果在战时，相当于该潜艇对航母编队实施攻击完毕，转入防御时，英舰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如果英方真的是提前发现，应该是在英舰队前方海域，而不是后方。观察指，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如果连中国都能对付，就可以一方面强调大英帝国海军是无敌的，重现昔日辉煌；一方面通过强调中国的威胁，自然需要加强军事能力建设，于是借此加大军费投入。就按照他所说的，发现的距离是多远呢？20海里，也就是呢37公里。这在平时的话还可以。因为呢是双方呢没有发生摩擦，也没有发生冲突嘛，但如果是战时啊，这么短的距离啊，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呢实际上是要倒霉的。从军事角度来讲呢，这点呢是比较差劲的，恰恰的暴露出来英国的反潜能力也不行。值得注意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号此前前往南海，最出名的新闻就是100多名海员感染新冠病毒。许多网友称之为带病毒的英国航母，而伊丽莎白女王号耗资30亿英镑的2号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去年8月下旬发生故障后，被迫取消前往美国的任务，仍需进一步维修。而据《每日电讯报》4号在报道中称，威尔士亲王号的左舷和右舷轴在安装时均未对准，导致轴本身发生偏移，继而在运行中发生震动。这种超过设计公差的震动，不仅将造成轴体本身磨损，极端情况下还将损坏螺旋桨与轴之间的连轴器。英国海军这些年的实力呢是一直在下降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他为了养这2艘航母啊，都被迫呢把唯一的一艘2栖攻击舰呢给卖了，凑出钱才能够养活现在的这种力量。英国这2艘航母的建造质量来说呢，也是呢非常差的。像2个大轴啊都没有做到对称，这都是低级错误。要说让一支航母战斗群，能够呢随时出动，到很远的地方呢去执行任务啊，这个目前呢英国海军呢是做不到。像上次呢，也就2021年夏天，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到南海来，那当时的护航舰艇是七拼八凑的，